我覺得普丁就趁着你這個中東地區這個美軍在跟伊朗打仗，兼顧這個地方不暇的之際，川普也知道他沒有辦法同時應付2場戰爭，所以他這個時候給澤倫斯基施壓，叫澤倫斯基用割地換這個和平的方式，就你乾脆這6000公里，雖然說是這個俄軍還沒有打下來，你就乾脆給他了，然後來換取和平。但就這個澤倫斯基來講的話，他認為說我還有6000平方公里，我還有城市群可以抵抗，那為什麼我這麼快要讓出來？我讓出來以後，我國家安全怎麼辦？我個人的前途我怎麼來維護？可是我覺得川普這時候可能不管你那麼多了。當大家聚焦的流量呢都被中東戰爭吸走的同时關注度被冷落了一段時間的俄烏戰場，其實也正在進入一個關鍵的轉折點，因為雙方最近又用無人機有一波巨大的攻防了。我們來看，俄羅斯在大動作1天內出動了近1000架的無人機然後還有34枚的飛彈，狂轟烏克蘭的西部城市。那也在不少地方，包含能源設施、民生設施都有造成一些死傷。烏克蘭的能源設施被重點打擊所以北部的民眾呢，現在無電可用。然後另外，烏克蘭受到攻擊之後，他們也這個不甘示弱，同樣派出了無人機，然後去打克里米亞以及俄羅斯的石油出口跟管線設施這些高經濟價值的目標。兩邊的戰火外溢不只是2個人遭殃而已包含附近的一些鄰居也都是受到了影響，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現在都有被波及，是不是就是看準了現在美國深陷在這個中東的戰爭泥淖，你要同時顧2個戰場，不好意思，沒有可能這個無暇顧及，所以呢，正是俄軍發力的一個好時機反正現在老大哥在挺中東嘛，那烏克蘭你就自己看着辦吧。所以俄羅斯現在加大打擊力道。是目前的最新態勢，我們用軍事的角度來看的話，立將軍覺得是不是一個絕佳的時機？整個俄烏戰爭到現在已經進入了第5年其實這場戰爭，俄羅斯主要的目的，其實就領土方面來講，它就是要頓巴斯這塊地方。頓巴斯是一塊不管是工業或農業都非常富饒的地方，稱之為整個東歐的心臟，就是指頓巴斯那俄羅斯打了4年下來當然不如他預期的這種摧枯拉朽，一下就佔領了這幾個整個頓巴斯，他就佔領下來。那目前它距離頓巴斯整個佔領大概還差了6000平方公里。那現在它的進展事實上是這個從最近這1年看起来作戰推進的速度是非常的緩慢。那為什麼緩慢呢？因為在這邊這個烏克蘭有一串的所謂的城市當做它的堡壘防禦帶我們從最北邊的庫皮揚斯克斯拉夫揚斯克到我們經常耳熟能詳的紅軍村，包括下面的波克羅夫斯克庫拉沃霍這整個真实帶，所以它就變成一塊骨頭一塊骨頭要慢慢的啃，可是它又不見那麼快，所以能夠啃得動雖然說紅軍村這塊硬骨頭它啃下來，可是不管是北邊南邊還有將近6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它沒有辦法都沒有辦法能夠打下來。那現在我覺得普丁就趁着你這個中東地區這個美軍在跟伊朗打仗，這個兼顧這個地方不暇的之際，他就川普也知道他沒有辦法同時應付2場戰爭，所以他這個時候給澤倫斯基施壓，叫澤倫斯基用割地換這個和平的方式，就你乾脆這6000公里，雖然說是這個俄軍還沒有打下來，你就乾脆給他了，然後來換取和平。但就這個澤倫斯基來講的話，他認為說我還有6000平方公里，我還有城市群可以抵抗，那為什麼我這麼快要讓出來？我讓出來以後，我國家安全怎麼辦？我個人的前途我怎麼來維護？可是我覺得川普這時候可能不管你那麼多了。曾經有一句很有這個澤倫斯基曾經有記者問他說，你跟川普2個年紀看起來像父子這個澤倫斯基怎麼回答？他說：“對，我跟他年紀看起來像是父子，可是我是他最不疼愛的兒子。”從這句話你就知道這個澤倫斯基目前的處境。那現在雙方戰況，俄烏戰爭的戰況，春天到了，我相信俄軍會立刻展開所謂的春季攻勢。對這個烏克蘭來講，如果在失去美軍的援助那包括導彈或者各方面的武器的援助，可能這個烏克蘭會陷入一場這個很艱困的戰局。好，剛刚將軍用一句話，澤倫斯基自嘲自己是川普最不待見的兒子，點出了現在烏克蘭跟美國的關係，因為華盛頓對烏克蘭已經沒有耐心了，就是要你割地。那當川普總統把他的重心轉移到伊朗戰場時對烏克蘭的只剩下敷衍跟要求你妥協。華盛頓郵報更指出呢，五角大廈現在要考慮把原本要配給烏克蘭的愛國者飛彈
全部調往中東了，因為那邊現在正劇烈消耗着美軍還有盟友們的這個彈藥庫存了。然後呢，首先逼烏克蘭割地止戰這個問題哦，岳老師你會不會覺得白宮的處理真的是有點太粗糙了？還是說對烏克蘭真的已經沒有耐性了？你不答應，不好意思，我就放生你。白宮的處理方式啊，在拜登總統的時期跟到了川普总統的时期，可以謂之背信忘義啊，就是完全是這個天南地北啊，相差180度。原來的話呢，每一次啊，哎呀，我不曉得那個我們台灣跟裡外不是人。我們曾經有一段時間的話呢，每一次走過來到了這個基隆路跟那個信義路口的時候啊，都有那個烏克蘭的揮的國旗啊。那一天我們都是烏克蘭人啊。我真不好意思講啊，誰跟你是烏克蘭人呢？搞得現在烏克蘭的話呢，上一次在白宮裡面呢講說 "You have no cards" 啊，這講的已經是非常難聽了啊。這意思就是說你根本就不是個咖，你跑這邊來幹嘛？那我覺得澤連斯基這個人果然是演員出身啊，臉皮比槍還厚啊。他這個你有機關槍打不透的啊，所以他基本上的話就認定你。他為什麼？他這是個溫情綁架。首先第一個的話呢，你在美國不好意思說變臉就變臉，因為美國基本上有一些專業幕僚的話講說在國務院裡面有很多人講說，我們真正的敵人到底是不是俄羅斯啊？對不對？我們真正的敵人的話呢，倒是應該說句良心話，他們就認為我們真正的敵人是中國，但是每次不知道怎麼搞的，是不是變成就真打不到中國？那這個，那第二個情況下來講，歐盟本身處境非常尷尬啊，因為前不久的話呢，當川普講說你手上沒牌的時候，那歐盟的國家，尤其是德國啊，還有法國帶的要派部隊啊，要給錢啊什麼的，澤連斯基的話呢，又稍微這回光返照，又興奮了一下啊，就這樣。然後現在的話呢，我覺得剛剛講的非常清楚啊，就是頓巴斯啊那4個省嘛，對不對？就是盧甘斯克、頓涅茨克啊、赫爾松，再加上這個什麼扎波羅熱啊，原來克里米亞，就是這5個地方給了以後，那這個地方的話呢，剩下的話呢，烏克蘭的話要承認俄羅斯文的地位啊什麼的，那也不能夠再要消滅原來的那個納粹的部隊，那這個就是原來特別軍事行動，這是什麼事情？這是普丁的面子啊！普丁的面子很重要啊，因為俄羅斯現在，我說句良心話，如果川普不上台，俄羅斯今天還在不在，有沒有垮都是大問題啊。俄羅斯根本都是只有靠賣油啊、賣氣啊，对不对？他因為不是說有這麼多天然資源的話，他根本就撐不下來。那現在的話呢，那個澤連斯基也是看在這一點，就發現我們只要再努力一下，俄羅斯就垮了。那現在搞成這個樣子，美國自己也捲進去了。那你叫美國拿什麼來幫助他？美國不幫助他的話呢，歐盟這些國家又有什麼能力？是對不對？所以我們就現實來講的話呢，我覺得這個烏克蘭是慘了。現在雙邊開戰場，真的是給了全球非常大的這個壓力，不管是經濟壓力也好，還是這些參戰國他們所有的人口損耗，還有彈藥損耗。我們剛剛也提到了，五角大廈如果真的要給烏克蘭斷炊，我給你的愛國者，不好意思，我現在全部要調去中東使用，那代表美國對伊朗的戰事呢，真的是把這些彈藥給消耗殆盡了嗎？或者是說，我現在找到一個理由，趁機教訓你這位不聽話的澤連斯基，跟教訓你烏克蘭。好，如果美國真的抽身了，我們就講，俄羅斯跟烏克蘭真的是1對1啊，他們的空襲能力，還有烏克蘭的防空體系，能否撐得住？教授，你的看法？我認為這個伊朗戰爭外溢到，對，首先受到最不利的，我認為就是烏克蘭戰爭。對，烏克蘭戰爭，你就面臨了烏克蘭戰爭面臨的是雙逼降，俄羅斯是以軍事實力逼降，一直向前不斷的推進。對，那烏克蘭擋得住嗎？這個是硬實力，這個軍事逼降，美國是斷炊逼降。哇，這兩個一面對完蛋。為什麼？因為美國的軍工產量全部都要供應到伊朗戰爭，它要大量消耗，包括愛國者飛彈，還有其他的精準炸彈，根本不可能給你烏克蘭啊！你問自己想辦法吧。斷炊了，這邊俄羅斯的大軍進攻，這邊斷炊了，雙面都在那邊要烏克蘭投降，所以現在川普講說，你趕快把頓巴斯割了吧，你割了頓巴斯就停戰了嘛。是，現在面臨這樣，你不割，那我武器彈藥我也沒辦法給你。美國永遠是美軍優先，怎麼可能烏克蘭優先嘛？我自己都不夠，會補充給你嗎？正式的這個烏俄戰爭滿了4週年，正式的要邁進了第5週年嘛？雙方現在持續的在交戰，而且是完全都看不到任何和平的跡象的。普丁跟澤倫斯基在這個時候也趁機在隔空喊話。我們先來看到普丁說什麼？他說呢，執行特別的軍事行動的俄羅斯部隊堅定的保衛了我們的國家利益。俄羅斯現在正在為未來的真理跟正義而戰。
普丁在這個時候也直接喊出說，發展核武鐵三角是絕對優先的，包括他提到了核潛艦、彈道飛彈跟戰略轟炸機。澤倫斯基的部分，他在接受專訪的時候也特別提到的是說，他很憤怒，普丁已經啟動的，他說這是第3次的世界大戰，唯有以強大的軍事跟經濟力量才能夠阻擋普丁。那麼希望美國川普能夠站在烏克蘭的這一邊，第一線戰場，我們也帶觀眾朋友來看，現在最關注的地區就是落在頓巴斯了。普丁已經要求烏克蘭割讓全部的土地，並且俄羅斯現在已經拿下了當地90%的一個領土面積，持續的對烏克蘭當地的能源設施進行轟炸，當然了，造成許多地方是大停電的。烏克蘭也有做反擊。包括了以無人機、飛彈來還擊在俄羅斯的工廠。俄烏戰爭超過4年，進入到第5年，有可能在今年取得和平嗎？停戰的關鍵，幹哥又怎麼看？我們沒有辦法真的去理解這一場戰爭已經打了4年整，今年2026年的2月24號剛好滿4年，這場戰爭打了4年的結果是什麼？結果是澤倫斯基還是不知死活。他還是說着一樣的話，他說：“我不能放棄那4個烏東4州，如果我放棄的話，那是放棄了百姓，我會成為歷史罪人。”好，那想請問你一下，如果在沒有辦法上談判桌之前的90%的頓內茨克已經被俄軍佔領了，而且裡面大部分住的是講俄語的俄國人，那另外赫爾松啊，還有那個扎波羅熱等等這幾個州。請問一下，你還能夠控制多少？現在90%控制在俄羅斯部隊的手中，那你必須要讓他吐出來，你才願意上談判桌，還是要用別的方式來解決這個問題？其實我覺得這個真理不辯自明，大家都已經看到實際的情況是這樣子的。然後普丁還特別講了一句，我很訝異他為什麼會講這句，他說：“核三位一體仍然是我們和平安全的保證。”突然講到核三位一體的原因是什麼？這句話不是講給澤倫斯基聽的，是講給美國聽的。為什麼？因為澤倫斯基沒有核武，所以這句話就是講給美國跟北約聽的。我告訴你，如果沒有辦法達成和平協議的話，那我最終的保鏢就終極武器還是核子武器。要拿這個東西出來，告訴你說我會用它的，我會用它的。如果我還是不能夠解決烏克蘭的問題的話，其實坦白講一句，每一方啊，就是不管俄羅斯或是烏克蘭或者是美國，3方都很想趕快在今年之內解決問題。澤倫斯基講了，他說如果把我換掉是好的選擇的話，我願意舉行大選。只是現在我們沒有，烏克蘭沒有條件舉行大選，但如果把我換掉可以換取真正的和平的話，我願意退讓。可這個話都是場面的話。我說句實在話，如果真的換一個人來當烏克蘭總統的話，也許戰爭就結束了。現在只在各個領導人的一念之間，我覺得普丁不會有太大的耐性，而最沒有耐性的是川普，他可能要祭出重手來結束這一場戰爭。好，現在對川普來說，其實現在大家在看俄烏戰爭的發展也是格外諷刺，因為其實川普當時曾經答應過說，他一上任，他24小時內就會結束這一場俄烏戰爭，但是他的話一直的跳票哦，而且呢，他上任之後就斷絕了對烏克蘭的援助，導致我們也有看到一個統計數據哦，2025年光是援助給烏克蘭的這個數字暴減了99%，結果反而是讓普丁吞下了更多烏克蘭的土地。那麼，川普在他任內也不斷的喊話，會對普丁祭出強烈的制裁，也都跳票。我們稍微回顧一下，他曾經說過哪一些話，然後又跳票。包括在去年7月的時候，他威脅普丁說，12天之內停火，要不然馬上對你祭出制裁。結果12天之後沒有制裁，而且還說2個人接下來會見面。結果隔了1個月之後，川普他又再次威脅普丁說，我會針對你祭出大規模制裁。最後又跳票之外，還秀出了一張他跟普丁的合照，說2個人是好朋友，被大家解讀說川普的邏輯就是欺負弱者，討好強者。
那另外一頭，其實我們在最新的報道、最新消息還指出說，決定俄烏的成敗，還有包括了中國大陸在背後援助俄羅斯。來自於日經說呢，中國的大型軍工國企這家是電子進口出口有限公司，正在支援俄羅斯它的境內的大型軍工廠，提供的是包括了火箭彈藥，還有關鍵的設備，都是重要的這個決定戰場的重點之一。大使怎麼看？川普上任1年多來，到底俄烏戰爭誰得到好處？100%是俄國得到好處，因為他上任1年來，你剛剛講了，美國對烏克蘭的軍援、金援減少了99%，我不知道那1%是什麼東西，全部都沒了。對，這個他上來以後就是說要烏克蘭，就是說是食物嘛，哎，你要不然回來土地你就不要了啊，你沒有辦法跟俄羅斯打，你沒有牌，他最有名的你沒有牌，对不对？澤倫斯基跑到白宮去吵了以後，川普就是兩件事情：斷糧、斷槍。你想打仗是吧？你好打是吧？我不給你飯吃，你打什麼？你想打仗是吧？我不給你槍，你去打什麼？那澤倫斯基现在還能夠苟延殘喘，就是歐洲取代了美國的角色嘛，對。那而且美國就川普來講，他已經什麼功德圓滿了。他不但不給糧不給槍，所有的要糧要槍都叫歐洲拿錢，叫歐洲拿錢跟美國買。另外一個，他認為拜登時候那個敗出去的錢，免費送給烏克蘭的錢，他已經跟烏克蘭簽好了礦產協議，所有的這些資源的開採，最後先還美國的債，還完以後大家再對分。所以就川普是怎麼講，吃肉不吐骨頭啊，是啊，非常綿密的。不過你要曉得，川普的大戰略，每一個人做事一定有一個大戰略。他對俄烏的大戰略就覺得這樣戰爭跟我無關，那是川普的戰爭，那是拜登的戰爭，本來就不應該打的，那是非常愚蠢的。那他應該要結束這場戰爭。結束戰爭，基本上結束戰爭的目的是修好美國跟俄羅斯的關係，形成美俄同盟，共同去對抗中國。這是川普的大戰略。那他就很火大，因為澤倫斯基已經破他的局。澤倫斯基最近在這個慕尼黑會議講了實話，他說大家都叫我讓步，美國天天都叫我讓步，對不對？他說很奇怪，美國為什麼不叫普丁讓步，只叫我讓步？對，所以你們要對我公平一點。澤倫斯基是真正裝傻嗎？他也知道，川普基本上就是叫他割地賠款結束了，反正割的不是美國的地，賠的也不是美國的款，對，所以趕快結束了。那澤倫斯基不識相，你就繼續打吧。那川普就怎麼樣？我就表演可以啊，我要對這俄羅斯制裁，我怎麼樣都是嘴巴講講，實際上他不下手叫你澤倫斯基要趕快跪地求饒都不錯了。所以啊，我覺得烏克蘭啊實在是認不清楚形勢，這個形勢對他非常不利。是。好，繼文哥怎麼看呢？當然，這個形勢對烏克蘭是非常非常的不利哦。但我認為這樣造成這樣的形勢，就是烏克蘭這個不對等的對美國有嚴重的依賴。我認為是造成他必須要被川普予取予求，而毫無還手之力。特別我們都知道，那烏軍雖然現在接受到美元的武器裝備越來越少，但大家知道，他現代作戰所需要只管通勤系的這個星鏈啊，還是靠美國來供應。美國如果真的橫下心把星鏈斷了，那烏克蘭就打回二戰時代了。那他還能現有的一個高效率使用無人機進行反擊嗎？也因此，對美國來講，它還是有很多拿捏你的工具。更何況，這個過去半年以前，我們都知道，那美國和烏克蘭簽了很多一些協定。那烏克蘭很多自然資源，整個國家都賣給美國，因此對美國來講，他當然可以這樣，這吃乾抹淨之餘，把你用最好的價格賣了，而且他還可以獲得所謂枝枝念念的這個諾貝爾和平獎。因此戰爭打到現在，我認為烏克蘭就是一個很血淚，就是沒有搞清楚國際形勢，跳到國際強權裡面當馬前卒，最大的一個受害國。這個案例值得後續其他國家在周旋複雜的國際形勢的時候，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可以借鑑的一個極端的案例。好，所以美國只看自己的利益，那接下來川普還要歐盟說你自己好自為之，自己對付普丁有辦法嗎？像這個又怎麼看？
我想現在最大的關鍵是现在有關於俄烏戰爭，烏克蘭受的所有的 suffering， 他的所有的苦，這個本身的政治敘述、外交敘述，包括我們講經貿啊、稀土這些敘述，沒有吸引力了。所以它已經變成是一個全世界當中，無論從任何角度來思考這個戰爭，它已經沒有任何在觸動你，再死再多人，再怎麼樣，大家都沒有感覺了。所以這就使得烏克蘭戰爭，因為全世界現在都期待今年2026年一定要停。這不只是美國，其實歐盟其實很多國家都這樣，因為歐盟已經有太多國家給烏克蘭錢，已經給到自己，像法國、德國都給到自己都沒錢了。都這個泥淖本身真的是後继武力，在今年到達了最終邊界。但我覺得對川普尤其是啦，他現在這些說法很多就已經準備要甩鍋。為什麼？因為他要選舉了。如果在今年他選舉前，烏克蘭的這場戰爭沒有辦法結束，整個烏克蘭戰爭對他的政治利益有什麼？如果不能交換他來選舉加分，還有什麼？所以這些東西就使得這個現實度，還有包括川普之前對於澤倫斯基的這個惡感，應該是非常強烈。這個是 CSIS 的最新推算，到今年的春天，預估就會死傷正式突破200萬人，其中俄羅斯方面累積的傷亡人數120萬人，烏克蘭也有60萬的士兵傷亡了。好，3個接下來俄烏戰爭可能會發生的劇本，等一下來看看哪一個比較有可能是未來的走向。第一個，兩國會持續的交戰，並且繼續絞肉戰，那麼外交的方面則是會停擺卡死。第二個事情是對烏克蘭比較不利，烏克蘭會先撐不住，基輔被迫割讓領土跟限制軍力的規模。第三個，對於俄羅斯來說比較不利，就是因為它的經濟先斷氣了，俄方將會無法無限期的支持戰爭，所以接下來得用談判的方式來做進行。哪一個比較有可能？艦長怎麼看？首先我要說，2026你叫我對俄烏戰爭的第一個預期是它會停戰，它會出現和平方案。為什麼？因為現在雙方在談嘛，這一直在奔波的是美國，美國跟俄羅斯談，美國跟烏克蘭談，有史以來4年多的第一次是今年的1月23號到24號在阿聯酋的阿布達比，三方第一次坐下來。然後當双方一起說，哎呀，都是有些代表性的人物，就是他大致已經得到了一個共識。好比說，我跟你講，我在跟幹哥講，你們兩個都是兩個完全不一樣講。我叫你們坐下來幹什麼？我叫你們坐下來，基本上就大致是定了。那上一次談完之後，當然還沒有得到最後共識。他們現在講2月1號還要進行第二次，我認為這一次一定會，大概今年一定會有終戰，大家都打累了。那如果萬一還有誰堅持怎麼樣？那現在最難解決的就是讓土地，因為在這個頓巴斯地區，這個烏克蘭還有一些軍隊在那裡，你要這些軍隊你都要撤走，這個對他的主權、對他的顏面是很糟糕的事，很少人敢答應。那如果你就是堅持說不退，那就會繼續打下去，繼續打下去，跟以前的戰爭形式會不一樣，因為所有的戰爭都有一個叫做戰略重心。好比說，我今天要跟你打仗哦。死拼那是沒意思的，你死人我死人，我要幹嘛？我要想辦法叫你沒有辦法繼續作戰下去，那就是要打你的戰略重心。好比說英阿福島戰役的時候，阿根廷是傻瓜，打了他的什麼巡防艦什麼的，他要是打了他唯一的一艘那種航母哦，這航母一打掉，他就沒有戰鬥機在那裡了，你沒有制空，你就通通退回去。他退回去之後，那個柴契爾夫人會顏面無光這樣回來，柴契爾夫人都會下台。但是他結果他沒有打他的那個戰略中心。那今天在這裡烏克蘭這裡的，我覺得他們的戰略中心是什麼呢？能源。到最後我就是遠程精準打擊，我的人不要再上戰場，我就一直攻你的這個能源。能源有煉油廠，有發電廠，這些東西又大又固定。我要打你打到受傷，你到最後能源沒有，你就很難以為繼。我覺得雙方現在大概抱持這種，都在抱持这種。那至於你說最後誰會很慘？你想都不要想，一定是烏克蘭。為什麼你知道？有一句話叫做“合夥的生意很難做”。北約這裡32個國家，烏克蘭1個國家，總共有33個國家。俄羅斯這裡只有1個國家，一個國家打33個國家，你覺得好辛苦哦。其實最辛苦的是要取得共識，你知道吧？這些以前美國在這裡的時候，他是老大，他力量夠。北約大部分的軍備超過7成7成都是美國在出的。這個時候，這個人講話是有效的，他可以把它團結起來。可是老大一抽腿，說我不管了，你們自己去弄。這裡啊，我跟你講，會吵成一團。誰是老大？誰是領頭羊？沒有領頭羊，那我問你，烏克蘭指望誰？他能指望誰？指望美國回來嗎？不可能的。美國現在逼着你就是要和談，所以我覺得，
如果繼續下去，烏克蘭他的希望在哪我不知道，但是俄羅斯呢？俄羅斯還是原來的那一個俄羅斯，一點都沒有改變。但是這一邊已經就很難再凝聚團結在一起。說這樣的狀況誰會贏？過去32+1都沒有打贏這個國家，未來這裡一下混亂，還能打贏嗎？不太可能的事情。所以烏克蘭必敗。好，這個時候因為美國抽身了，現在烏克蘭的情勢就變得越來越困難了。那今年可能會有什麼重大突破？立將軍又怎麼看？其實這個戰爭快打1年了哈。這4年前，2020年的時候，2022年的時候，這個2月開打的，那時候大家都認為說這場戰爭可能1天或2天就結束，因為俄烏雙方來講確實是戰力有天壤之別了。但是沒想到烏克蘭居然撐了4年，到現在還沒投降。那今年會怎麼發展？我先將到現在為止的戰場狀況跟各位觀眾說明一下哈。現在戰場上面，這個俄羅斯正在展開它所謂的冬季攻勢哈，從北邊的庫皮揚斯克，然後南邊的紅利曼哈，一直到這個最南邊的扎波羅熱這邊，都在全線發動攻勢哈。那戰況目前戰場上面確實是對俄羅斯有利的，可是它進展速度還是有限，畢竟這個戰線是非常長，有1000多公里，這個廣大的面積，那它也不可能說一次就這個逼迫烏克蘭投降。那原來我們認為是紅軍村，如果說奪取之後控制了這個戰略要點，烏克蘭可能就要投降了。但是事實上，烏克蘭還蠻頑強的，到現在為止並沒有看到烏克蘭願意投降。緊接着第2點，我們要看這幾個國家的首腦袋在想些什麼。第一個，我們講的是澤倫斯基。澤倫斯基現在腦袋想的是，他不要當一個這個投降的總統，因為他會變成歷史的罪人，所以他現在硬是盯在那邊，還繼續會撐下去。我想他到目前為止看不出來他有要投降，他也不敢投降，不然的話他會被這個烏克蘭所謂極右派的人吊路燈。第二個，我們看普京在想什麼？普京很明顯的從跟阿拉斯加再跟川普見完面之後，他開出的條件就已經講明得很清楚哈，叫烏克蘭要無條件全部讓出頓巴斯地區。那如果說你不讓出的話，他就極可能在這個南邊這邊繼續向赫爾松來發動攻勢。所以說是我認為說是這個以普京來講的話，他會繼續再打下去哈。那我個人去年的時候，我曾經到俄羅斯去旅遊一趟，我覺得他們社會上面感覺不到戰爭的氣氛，所以他有沒有能力打？我覺得他有能力繼續打下去。那我們看川普在想什麼？川普現在想的就是諾貝爾和平獎，他一想將這場戰爭摁下去。他另外第一個他想的是他個人是諾貝爾和平獎，第二個是他當初這個他認為說是拜登在俄烏戰爭裡面這個丟進去了1500億的美金，他要怎麼撈回來？他腦袋想的是這個，就是停止戰爭以後他現在想的是這個房地產商戰後重建的問題，怎麼再重新把美國已經丟進去的錢拉回來？那歐洲在想什麼？歐洲想說，如果說是你烏克蘭敗戰的話，那我們是不是直接要面對這只北極熊，直接面對俄羅斯的威脅？所以這個北約這些國家會繼續給烏克蘭打雞血，讓他們繼續撐到底啊！在美國不支援錢沒關係，我們湊錢給你，你繼續撐到底。所以依照我剛剛以上的判斷，我認為說是在今年就是2026年，我覺得俄烏戰爭目前還看不到一個結束的時候。雖然說雙方目前在這個阿聯酋有舉辦會談，但是談的都只是一些皮毛的問題了，這個核心問題根本就不可能談得到。比如說是頓巴斯領土的問題，到現在還沒有談到，談到的只是一些技術性，怎麼樣交換俘虜啊，怎麼樣交換遺體這個傷亡的遺體，談這些枝枝節節的事情，真的核心問題沒有談到。第二個，我覺得談不出來，還有一個關鍵就是說，這是俄羅斯派出去的代表，事實上他們並沒有決策權。只是說看出來普京只是虛晃一招，你們要和談嘛，我就派一些人去給你談。那這些人看得出來，他並沒有任何的決策權。所以在這個，我認為說今年當然對烏克蘭老百姓，這是最不幸的一個消息。如果繼續打下去，最會被戰爭這個帶到這個痛苦的深淵裡面，繼續斷垣殘壁，繼續那個，我覺得是俄羅斯的是烏克蘭的老百姓。那你說戰場今年俄羅斯會不會就一舉這個奪得勝利？我覺得也很難。
畢竟這個廣大的作戰面積已經打了4年了。對。那目前來講，還是繼續在頓巴斯這個戰線上面，彼此在那邊堅持在這邊。雖然說是雙方互有勝負，可是如果說要取得一次決定性的勝利，我覺得俄羅斯還必須要加把勁。短期之間，我認為按照戰場上的部署，還看不出來俄羅斯能夠取得一次決定性的勝利。好，現在看起來俄烏戰爭是一場無止境的一個長期的消耗戰。那美國已經逐漸抽手，但是在烏克蘭的背後還是有北約持續的對烏克蘭打雞血。那現在其實華府擔心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說，那中國大陸呢？中國大陸會不會在今年有不一樣的態度，或者在這個武器方面或是否會有所供應？因為現在美國的智庫做了一個最新披露，是來自於他們的戰爭研究所。說俄羅斯能夠撐到今天，關鍵的武器就是因為來自於大陸的供應鏈。那他也特別提到了，包括了真果樹飛彈跟見證者無人機的核心關鍵，都是因為中國大陸這邊有提供這種價值數百萬美元的電子零件，把它拼裝而成的。雖然說中國大陸沒有直接，他也不願意直接提供武器，但是像俄羅斯提供這種軍民兩用的零件和設備，現在華府智庫指說還是有的。那幹哥怎麼看中俄今年的合作會不會有一些新的變化？好，我今天特別帶來這個就叫什麼？這叫真果樹飛彈。真果樹飞彈，它其實它在發射與準備的過程之中，只需要20分鐘，它就可以開始進行幹嘛？進行打擊。真果樹飛彈它是改良自 RS-26白楊洲際彈道飛彈。大家仔細看，它的發射準備就是，如果它今天已經到了陣地的時候，它開始升起來，1、2、3、4、5、6、7、8。幾乎它可以在2分鐘之內完全升起這枚洲際彈道飛彈，然後大家要知道它的打擊目標可以達到多少個？可以達到6個。然後呢，這枚飛彈的最大速度叫多少？10倍音速，那就是高超音速的極音速飛彈。像這樣子的飛彈車，我告訴各位，它所有的關鍵技術跟零件都來自中國。包括什麼？你想得到的，通通來自中國。為什麼？因為這一枚飛彈在2024年11月，俄羅斯嘗試的第一次發射之後，打到烏克蘭西部的城市，但接下來就沒有訊息了。你知道為什麼嗎？因為俄羅斯沒辦法支援這種新飛彈。後來現在又開始生產了。原來我們知道了，北京向俄羅斯提供了生產高超音速飛彈的 CNC 機床設備，這個非常重要，因為俄羅斯沒有辦法一夜之間，因為它要應付太多了，它還要生產伊斯坎德飛彈，它還要生產各式各樣的那種洲際飛彈，所以說它根本沒有辦法有這麼多的產能。它跟美國一樣，它面臨的問題是一樣的，因為俄羅斯的經濟已經受到很大的打擊，所以它根本支撐不了。於是由北京提供了，我可以告訴各位，微晶片、電子電路板、軸承、雷達、電子戰晶體、測量儀等等，這些都是這個飛彈所必須要具有的零組件。那大家就曉得說，哈，原來都是中國在支撐它。對，你知道這個總共多少嗎？我現在隨便講一講，數十億美金，我們還看不到的不知道有多少。好，你看完了這個洲際飛彈之後，我們再來看有一個更可怕的東西，叫做什麼？叫做無人機大隊。無人機大隊裡面，其實俄羅斯使用的是什麼？又快、便宜、數量又多，伊朗的見證者無人機。是。好，見證者無人机有個壞處，你知道什麼壞處嗎？就是說，它要是目標定了以後，它就只是朝它飛去，它沒有辦法閃，它也沒有辦法做電子干擾，那就是見證者。但是見證者因為伊朗做的嘛，俄國拿來之後原圖紙這樣去做。坦白講，很快，生產很快，可是呢，反正這是消耗品，對不對？犧牲很多很大。俄羅斯自己的柳葉刀還比較好一點，因為柳葉刀是什麼？柳葉刀是就像我們即將要買的美國的那個 Altius 600跟 Altius 700一樣，它是由飛手他就是戴了一個3D 眼鏡，然後他在那個過程之中，追擊的過程中，飛手也就是操作手，他一定會看着擊中目標為止。所以其實柳葉刀是比較精緻的一種武器，但柳葉刀就比較貴。那怎麼樣？沒關係，中國來幫你改見證者，中國也出來改見證者，幫你把
把見證者的能力提升到跟柳葉刀或是接近柳葉刀的程度，所以你就曉得說，既然中國有一個公司叫它叫什麼？它叫 VCAN 集團。我們還真的第一次聽到這個集團，叫一個 VCAN 集團。它這個集團說，他說目標可以設定，就是說改攻擊啊，你要改，還有你的那個飛行路徑要改的時候，這個公司可以提供你就是說軟件的套件，讓你可以及時放在無人機的上面。我現在心裡就在想說，那不是要改很多嗎？对，但是大家要知道，大量生產就是中國的這個強项嘛，所以它其實在大量生產這個軟件套件的時候不是問題，它會快速提升俄羅斯見證者這個無人機部隊的打擊能力。所以我認為這個上半年可能俄烏戰爭之中見證者的能力要是提升的話，一定會被那個北約組織的將領給嚇一大跳，說他為什麼現在飛得又高，然後飛得又久，打得又準，誰幹的？中國幫的忙。俄烏戰事，我們接下來帶觀眾朋友持續來關心是澤倫斯基這一次是玩火斬首普丁嗎？今天要來特別關心到的是，包括了美國跟俄羅斯，這時候還有印度都站出來是怒批這個烏克蘭是破壞和平者。那俄羅斯這個時候經過了斬首事件，也嗆聲說要終身追殺報復澤倫斯基，正式的進入倒數。趕快來看，這個是最新消息。原本以為這個俄烏之間現在正在談判，已經降溫，和平到來了，沒有想到烏克蘭是直接又踩了紅線。這是來自於俄羅斯的最新指控啊，因為烏克蘭實施了斬首行動，一共是出動了91架的無人機，直撲普丁的官邸克里姆林宮，在定調了。我們現在不是在和平談判嗎？你做這樣子的一個軍事上面的行動，根本就是國家恐怖主義再起。趕快來看俄方的各種反應，包括了這個是俄羅斯的前總統，他說將會對澤倫斯基發布追殺令，警告他最好趕快開始躲藏吧，因為你會在躲藏中來度過餘生。包括了克里姆林宮自己也說了，語帶威脅的說，澤倫斯基之後誰會接手，趕快做一個準備吧。俄國的外長也說了，你們發射來自於烏克蘭91架的無人機沒有關係，我們已經全部把這些無人機給這個擊落了。那麼俄軍已經選定目標，會來進行各種的報復行動。川普對此也表示了他非常的憤怒，包括了印度總理莫迪在此刻也公開表示關切。澤倫斯基則是反咬說，俄國因為他不斷的實施各種的假旗行動。針對這一場這個斬首普丁的行動，委員怎麼看？在這一次的行動之後，我們剛剛看到俄國各種的放話，針對澤倫斯基說他要對他做終身的追殺。俄羅斯鎖定的報復目標會是哪裡？委員又怎麼看？對，我想，澤倫斯基說這是俄羅斯的假旗行動哦，可是我認為不太可能的幾個原因。第一個原因就是現在的這個俄烏之戰哦，已經進入了美國強力介入的談判時刻了。那麼在這個談判時刻裡頭，我們看到所有的相關的這個和談的條件基礎，其實都是對俄羅斯有利的。那麼因此，對俄羅斯來講，我不費吹灰之力，我就可以拿下烏東地區了哦。那麼這場戰爭也可以畫下一個暫時的這個休止符。那在這個時刻，我有什麼理由要把這個戰爭再持續的擴大哦，造成更大的裂痕，或者是更難彌補的傷害？所以對俄羅斯來說，他是贏家，他沒有必要在這個時候冒險哦。那麼第二個，如果俄羅斯這個想要用所謂的假旗行動的話，大家回頭看看，在過去的整個俄烏戰爭交戰的期間，俄羅斯和烏克蘭誰玩小動作玩得多嘛？就顯然烏克蘭玩小動作，玩這種偷跑越界的小動作玩的是最多的。一方面跟美國保證不會打進這個俄羅斯的本土，另外一方面就想盡各種辦法用美國的武器這個來攻擊俄羅斯的本土，甚至用自己的情治人員，用這個什麼無人機或者用各式各樣的炸彈，然後在俄羅斯的本土來進行攻擊。所以這些烏克蘭的小動作已經不是第一次兩次了。所以這次你說這個用這個無人機去攻擊普丁的官邸有沒有可能發生？我認為外界心中自有一把尺吧，大概認為說這不就是烏克蘭的常態嗎？烏克蘭長期以來不就是用這種方式嗎？所以其實你說是假旗行動，我認為可能性真的不會很高。但是對俄羅斯來說，顯然他忍無可忍了哦。對，為什麼呢？因為他一開始就沒有斬首你，就如果俄羅斯想要斬首
澤倫斯基就不會有機會蹦跳到現在了。基輔早就是一片斷垣殘壁了，那麼澤倫斯基也就早就結束了。所以對俄羅斯來講，他一開始就沒有要斬首你。那這場戰爭它擺在一個有限的範圍內來處理哦。可是如果你要把它無限上綱到對對方的這個領導啊，對對方的這個領袖來進行斬首的話，那麼對俄羅斯來說，這已經是忍無可忍的一件事情了。你先不要講面子的問題了，就對普丁來講，我家被幾十架這個無人機攻擊，然後我還能夠忍得下去嗎？我當然不可能忍得下去啊。那更不要講說這場戰爭從頭到尾我都沒打算把你解決掉，就你先來處理我了哦。所以這對俄羅斯來說，他們的憤怒當然也是可想而知的哦。但是後續的2件事情啊，我認為值得我們關注的是，第一件，我覺得如果烏克蘭真的玩了這個小把戲、小動作，他其實是搬了石頭砸自己的腳了。為什麼我要這樣講哦？就美國本來還在考慮要不要這個把戰斧飛彈賣給烏克蘭的，結果因為了這次事情，大家有沒有注意到川普的發言是什麼？就是經過這個克里姆林宮轉述，川普跟普丁通話的時候，川普說：“好險，我沒有把戰斧飛彈賣給烏克蘭。”所以經過了這件事情之後，烏克蘭想要買到戰斧飛彈，幾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了啦。因為他就想說，我沒給你戰斧飛彈，你就這樣去攻擊他了，我給了你戰斧飛彈還得了嗎？哦，那麼第二個，我覺得對烏克蘭來說極為不利的就是這件事情，如果一旦引爆了這個俄羅斯的怒火，對，坦白講，俄烏談判現在的症結點就在澤倫斯基這個人的身上嘛。那麼我覺得俄羅斯相對來說已經很客氣了。就如果這個時候你用斬首把它斬掉的話，也許這個談判就很順利了。可是呢，他仍然維持在他應有的範圍之內操作。可是這件事情你就給了一個俄羅斯很好的借口了。那接下來如果俄羅斯要斬首你，也不過就是執行他終身追殺這樣的一個呼籲而已哦。那麼對澤倫斯基來說，當然會對他的人生造成了另外一種壓力跟恐懼了。所以這也是難怪。後來在這件事情發生之後，你就會看到基輔的態度又開始放軟了。那麼似乎看起來和談這個基輔可能會做出更大的讓步了。對，確實哦，如委員所說的，在這個俄方已經表示說要持續的追殺澤倫斯基之後，基輔態度現在放軟了，而且這個放軟的態度上面也有一些很不尋常的地方。他總共講了2件不同的事情。他第一個，他就說呢，這個是來自於澤倫斯基，他說我願意以任何形式跟普丁會面，這是對俄羅斯的喊話。那第2件事情，他則是對美國喊話，他說希望美軍可以駐紮烏克蘭，提供30到50年的保障。這幾乎不太可能，因為美軍如果實質在烏克蘭駐軍，等於踩了俄羅斯的紅線。針對此，美國有沒有可能同意？幹哥又怎麼看？那怎麼看現在這個澤倫斯基他提出的這2點要求，是擔心普丁很快的就會報復嗎？幹哥怎麼看？就是我們一直在講哈，為什麼這件事情沒有辦法解決的症結點，就是說澤倫斯基他本於對於國民的負責，他必須要能夠得到安全保障。可是安全保障，其實老實講一句，就是俄羅斯絕對不能答應的。為什麼？你就在我的家門口，你要讓北約進來駐軍，那是如果換作是任何國家都不能夠接受。為什麼？美軍呢？北約進到這邊來，那就是沒有緩衝了，那就是直接在任何議題上面一出問題的話，就是兵戎相見。所以澤倫斯基是希望得到30到50年的安全保障。其實川普絕對沒有辦法給這種實質的保障，只可能給口頭。就比如說，對於台灣也是一樣，川普絕對不可能有實質的保障。也就是說，我們今天是要派駐真正的維和部隊在台灣海峽，或者是在烏克蘭頓涅茨克前線，那絕對不是對手可以能夠接受。所以這件事情是達不到的。可是美國前國務卿蓬佩奧他的看法不太一樣。他說：“我跟你講，其實普丁到現在為止沒有展現出想要簽署和平協議的誠意，所以他慫恿說，其實烏克蘭你應該要採取更激烈的手段，打一回讓他痛，他很痛的話，他才會考慮說，好吧，我跟你這個澤倫斯基小老弟坐下來談。是，我覺得蓬佩奧你不要再出餿主意了，現在好不容易局勢緩和下來，其實我今天看到這個新聞，我也很驚訝啊。”澤倫斯基，你幹嘛啊？你去打普丁在他這個地方叫做諾夫哥羅州的家幹嘛？雖然現在還沒有損害報告出來，然後川普也講說，因為我也沒得到報告，真的假的我也不知道。不過如果他真的這樣的話，那我很生氣。
真的是個演員，真的是他講的話你都會覺得說反反复复。那實際上國際政治就是這樣縱橫捭闔。那老實講，到底他的家有沒有被攻擊？而被攻擊的結果我們不論。你出動了無人機是真的，如果今天我給你戰斧巡弋飛彈，那就是精準打擊了。你會用嗎？你真的要打普丁的家嗎？委員剛才講了，我今天沒有斬首你澤倫斯基，那是給我們雙方各退一步。如果今天要這樣子的話，老實講一句，4年前直接打基輔不就結了嗎？直接把基輔拿下來不就結了嗎？我相信這些事情都是因為有一些一定的考量。所以我認為澤倫斯基他不聰明，你派了90架無人機去打普丁總統的真正的家，要幹嘛？你不是摧毀了本來好不容易得到一些和平的成果嗎？我覺得這件事情如果再發展下去的話，美國的斡旋可能會完全失敗，現在已經在失敗邊緣了。好，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眼前是澤倫斯基要面對的各種壓力，除了對外面對於來自於不管是美國跟俄羅斯他們的壓力，对內其實呢自己烏克蘭內部也有非常多的問題，尤其現在就是在貪腐案這件事情上面，逐漸的一直在爆雷哦。那其實從2023年1月到現在，大概是發生了至少4起以上比較大型的這一種貪腐案，重挫澤倫斯基政府。那包括從2023年1月開始的，不管是雞蛋門事件，當時的軍糧價格浮報2到3倍，或者是軍服、防彈背心的採購弊案，一直到徵兵系統的全面腐敗，協助偽造這些醫療證明來逃避兵役，有一些12名的官員收賄這件事情，到後來有一些能源的一些回扣案，洗錢金額1億美元，當時澤倫斯基的親信還逃到海外。於是呢，烏克蘭在今年底的時候出動了這個國家肅貪局來突襲國會，要調查這些議員涉貪，卻被國家安全部門擋在外面。怎麼回事？烏克蘭自己內部貪腐問題已經無解了嗎？這樣澤倫斯基政府還有它的正當性嗎？漢庭怎麼看？我一開始看到資料，哇，雞蛋弊案，然後防彈背心採購弊案、逃兵役，還有能源的回扣洗錢、高官涉案，我以為講的是台灣。哦，這個烏克蘭哪有貪呢？對不對？他有讓修馬桶的、賣鞋子的去進口炸藥嗎？這開玩笑。好，所以呢，就是對烏克蘭來說，現在外部導彈不可怕，內部蛀蟲才致命。澤倫斯基此刻的瘋狂呢，正是為了掩蓋內部已經爛透了的這個事實。我們要注意細節啊，是烏克蘭的國家肅貪局要查國會議員，結果誰擋着呢？是國家安全局。這表示腐敗已經不是這個國家的毒瘤，是整個國家的血液。特務機構不去抓間諜，是忙着保護貪官，然後來銷毀證據。這個政權的免疫系統已經徹底崩潰，國家機關淪為黑幫保鏢啊！所以我們看，從雞蛋、防彈背心，再到能源部回扣，這是一條完整的戰爭吸血產業鏈。第一步，西方援助進場；第二，高層虛報採購；第三，特務機構掩護；第四，洗錢轉移海外。所以各國納稅人的錢就變成了基輔權貴啊，他在倫敦、在巴黎買豪宅，然後呢買黃金馬桶。所以澤倫斯基為什麼要在這個時候一邊發動自殺式的無人機攻擊，一邊高喊要美軍駐紮30年？因為他心裡很清楚，川普要談判，普丁要收網，但一旦和平降臨，戰爭的遮羞布被掀開來，國內積壓的民怨和肅貪的怒火，瞬間就會把他送到審判台上了。所以他必須再度把事情給搞大。好，他要求美軍駐紮，就是要讓烏克蘭徹底北約化，逼俄羅斯翻桌。襲擊普丁的官邸，就是要激怒川普跟普丁，讓整個談判繼續破局。所以只要戰爭繼續，我就還是抗俄英雄；只要和平到來，我就變成竊國大盜了。因此，烏克蘭的悲劇是在前線戰士的鮮血流進了後方官僚的酒杯。澤倫斯基現在的掙扎呢，是在飲鴆止渴。一個連反貪局都被國安局盯上，而且呢下令阻止這樣的一個政府，早就已經失去存在的正當性了。